如兰爱喝的新派茶饮蜜谷果汁茶，真茶真果汁。蜜谷果汁茶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，知否知否？你以为你自己在大娘子那儿得脸呢？人家是名门贵女，不跟你一般见识罢了。你倒好，以为自己有了天大的威风。赖妈妈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少做点坏事吧。干看着不过瘾，有点裸点那才带劲儿。沈国舅兄妹俩是乐着走了，你也不怕那小沈娘子到处说去，说咱家治家不严，女使婆子天天打架，比唱南曲还热闹。我只怕他与我一见如故，想替我去出头争辩，那才难办呢。怎么？我同他都是出身不高，因缘际会才攀上高枝。那些勋贵世家的人们肯定不相信他说的话，觉得他是偏袒同类。你放心，总有一日，我让那些人都不敢瞧不起你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你在外头已经给足了我风光和面子，这家里边这点事儿，还让我自己来闯一闯吧。攘外必先安内，家里面干净了，再去琢磨怎么把外面的名声挽回来。日子长着呢，急也急不得。哎，说点正事儿。该把外面的女使婆子打发走了吧？丹爵，哎，你出去帮我传个话。哎，大娘子吩咐，打架斗殴的一干人等，府里不能再留。念你们都是侯府旧人，也不好随便打发了。明日，全都挪去城外庄子听用。好。真是啊！翠微姑娘，我们可是为大娘子抱不平，参与那赖婆子翻脸的呀！是啊，我们就是打抱不平的。抱不平也要好好说理，动手打人算怎么回事？你们说替大娘子抱不平，这事儿反倒成了大娘子的错了。明日你们杀了人，是不是还要说替将军鸣不平呢？怎么办呢？妈妈伤势如何了？还疼不疼？我这老皮老脸的倒是没事儿，我就怕气坏了大娘子。
妈妈放心，大娘子已经发落了打伤妈妈的那些人，叫他们都去城外的庄子上做粗活去。这些黑心的娼妇，对我那是真下狠手啊！大娘子处置得对，不过这么多人都走了，肯定缺人手了。赶明儿啊，我得张罗着，再弄些新人进来。大娘子说，妈妈受了伤，园子里的事儿就别操心了。今日晚上就送妈妈去城外的庄子，只管安心养伤，别的不用挂念。不，我这伤不碍事儿。大娘子吩咐时，主君正好在，就派他的2个长随小厮跟着护送。妈妈就别客气了，早走晚走，总是要走的。你们这些人都是忠心耿耿的，赖妈妈他们走了，这空出来的差事也是让我一筹莫展，大伙儿都给尽力办一办。大娘子放心，我们办事无不尽心的，什么侯府我们一概不认，我们眼里只认大娘子，只听大娘子的差遣。那就仰仗大伙儿了。你呀，要想给女儿梳好头，也得照着式样来呀。怎么能梳得跟个狮子狗似的呢？你看，这么一上头油，这一挽起来，不就行了？好美啊！嘿，娘子的手指跟水葱一样，又细又长。我这个手指跟棒槌似的，我怎么可能梳得过你呀？才不是呢！我们家有个老妈妈，10根手指头，个个粗短如萝卜，可是偏偏就她最会梳头。什么实心精致的发髻，她都会梳。所以这跟手指头粗细无关，要想梳好头，还是得多练。你可别冤枉了手指头。梳得美着呢。好好，我多练练。准备就拿娘子的头练练手。别，你别救我还笑！别救他！救我呀！别救他！哎呦，别闹啊！这个，我再教大娘子一些防身之术。那我一会儿过会儿再来。哎，等等，什么事儿啊？侯府的大娘子来了。来兴师问罪了。你先把茶奉上，我随后就到。是。你先去，我到时候躲起来，听你们在说什么。倘若他敢欺负你，我便出来给你撑腰。你还是想想，怎么把这头发梳好吧。插哪儿？自己看看。快点呀！怎么弄啊？赖妈妈年纪大了，伤得又重，我怕她待在家里闲不住，又不肯好好养伤，便自作主张将她挪到了城外的院子。真是反了！原来赖雕、花田4个，在我们侯府的时候，那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，怎么到了你这儿，
竟闹成这样。快坐下吧，好孩子。或许是，在侯府有婆母坐镇，他们不敢作妖。到了这儿，见儿媳年幼，威势薄，镇不住下人，他们便疯魔了。这都是他们不好，怎么能怪婆母呢？日后儿媳还要跟婆母多学学治家之道呢。好在呀，我送来的人里头，还有几个堪用的。我一来便打听过了，那个叫明月的，还有一个叫如月的丫头，倒是没跟着闹。特别是那个明月，知道他妈那样，还阻拦了，可是说了也不中用。这孩子吧，无论模样、针线，那都是一等一的，人呢也稳重。我看呐，是个堪用的。婆母说的是，这女使不错，又知根知底儿的，将来会是个好帮手。你这么说呢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这些女使啊，要有什么不妥的，你就差人来告诉我。你呀，面皮薄，不好意思跟他们翻脸，我收拾他们。有婆母这句话，儿媳100个放心。那您费心了，婆母。哪里？你呀，新搬来，我院子里还有好多事情，回去吧。啊，好，那回吧，婆母慢走。快回去吧。哎，走。这小淑女啊，着实是厉害，送进去10几个人，现下只剩2个了。留下2个也是好的。明月和如月虽不说有多美，但我家那2郎是在烟花柳巷里厮混惯了，就图口新鲜。今日忍得住，明日还忍不住。只是可惜了赖婆子那几个，养了10几年的心腹了，居然走成了死棋。来日方长，一局棋才刚刚下到中档。弟弟，我自己写嘛。好好好，让我自己写啊。笑什么？来，剩下那2个女使撵不得呀。是呀，这边把话放下了。即使他们有错，也是那边来招呼。我若撵他们走，那就是背弃尊长了。背弃尊长？他还有脸称自己是尊长？反正我背弃他也不是第1次了，我去说。不是与劳动理的。娘子还有别的对策？我身为当家主母，打发个人还不容易吗？唯一的难处是不能给人留下画饼，要师出有名。你们行军打仗，不是也讲究个不占屈人之兵吗？过些天冷了，我就叫着那美貌的姑娘去黑水庄看看赖妈妈。哟，娘子管家把兵法都用上了，难不成我娶了个子房？哎，这里实在是太冷了，连个暖手捂脚的都没有，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侯府那边没让你给我带话吗？他们现在都不怎么搭理我，只是偶尔跟我说几句，叫我好好当差之类的。能不能争上个小娘，
都要看我自己本事了。主君就是再凶，我也得想法子讨他喜欢。看来这大娘子啊，是把我给忘了。娘，如今这城垣里头，先前从侯府出来的，就剩下我跟如月了。人单力孤，以前跟咱们好的那些人，都害怕受牵连，不理我们。我们这些没根基的，平时连主君的跟前都靠近不得。孩子，你想不想再往上走一步，去给主君做小娘？原先我是想的，可那是在伟哥的院里，伟哥好说话，人又好哄。现在的主君太凶了，我怕。看来咱娘俩都不是那做大事的人。这大娘子瞧着我这是没用了，丢在一边，理都不理。你替她卖命，若得了脸还好，若是不得脸，她是不会管你死活的。娘，那我怎么办呀？侯府那位可是说一不二的，我要是不按照他说的去勾搭主君，他是不会饶了我的。孩子，你去求当家主母吧。求大娘子给条活路。你别怕，我也不会吃了你。若是主君真喜欢你，我还能拦着不成？不，我没有那个心。实在是齐大娘子，是她逼我这么做的。我不想，可是我又怕。怕什么？我怕她赶我走。那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我想离开这儿，我想带着我的母亲赖妈妈、妹妹如月，一同离开汴京，回齐州老家度日。求大娘子替我拿回身契来。你倒是想得清楚。若能有一条活路，谁愿闯死门？求大娘子开恩。你们真是心大呀！怎么见得我就能为你拿身契呢？大娘子，我们三个原是隔壁儿的老人，只要我们三个走了，那剩下的也都是一盘散沙。不管是大娘子驱赶也好，还是酌情留用也罢，横竖都不会再有什么风浪了。这对我们一家固然是好的，对大娘子也是好的呀。哼，若是你早这么机灵，哪还会有这么多事儿？有时候不闯一闯，真不知道哪一处是生门，哪一处是死的。大娘子，我们一家三口实在是命都握在别人手里，逼不得已的，求大娘子开恩。行了，你们去吧。谢大娘子。
贝壳肉也好吃。来来，你快尝尝。这3个一走，家里头算是干净了。我总算能腾出手来，去把家里的庄子寻了。哦，还有赏赐下来的黄庄。整治了几个刁钻的老妈子，又打发了2个美艳子。这一回合，娘子大获全胜。寻庄子的事，你什么时候高兴再去就行。若不是有官人在背后给我撑腰，我就是借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这么干呀。这功劳嘛，还是算官人的。小滑头，你就是个小滑头。你想把我哄得舒舒服服的，好让我替你去做那个恶人，帮你去要他的生气。那就我去吧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怎么就当真了呢？啊，我去，一会儿吃完我就去。也不必勉强，再多等几日吧。若是他们还不把人送过来，再去也不迟。不，我一会儿就去，我这就去。我呀，就特别想看我那个继母着急上火却又奈何不得我的样子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那就你去。娘子，我把你娶过来，就是为了让你享福的。你要是觉得家里事儿太多，你尽管丢给我。我就想看到你像刚才吃肘子那样自由自在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我是个钉笼子，也不能完全猜得到你到底想要什么。你得跟我说啊。怎么忽然这么说？我说话算话，言出必行。信不信我？我信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主君，石头家里人来了，说要紧的事要禀报。是在水岸上遇上他们母子2个。我是越看越像您给我们的画像，我寻思着让他们先住下来，让我汉子回来报信儿的。可也不知怎么的，被他看出了破绽，趁他上岸的时候带着娃娃跑了。我汉子立刻下去追，可转了个道就不见了踪迹了。下次若再有踪迹，一定要再三小心，哪怕这7、8个大汉把他围起来，一口气捆了都成。是，白兄弟，这次的事儿也没能给你办好，实在是对不住啊。也不是，这个女人实在是狡猾，她比最厉害的男人还要狠，我都挣扎不了。你们也是投鼠忌器，也怕伤着她身边的孩子，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比眼里的沙子摘干净了，这账目也清楚多了。今晚我能睡个安稳觉了。之前大家都觉得姑娘嫁到顾家要有多凶险呢，瞧着姑爷护着姑娘的样子，我就放心了，老太太也就放心了。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山，他是个好人，又顾惜着我，这就很好了。不过，凡事儿最好也不要太指望人。大家都有各自的难处，实在要指望，也不能太多太深。指望越多，难免会有些失望。失望一多就生怨怼，怨怼一生，仇恨就起，这日子就难过了。大娘子不像是在说官人，倒是像在说东家。
就是要把官人当成东家呀，要兢兢业业些。如今是新婚，将军自然会有些新鲜，可是这日子也不是只有这几个月，未来还有几十年要过，总是指望他，他也会有一天嫌担子重的。是有什么事吗？曹帮的兄弟发现了长儿母子的痕迹，可惜跟丢了。不妨事儿，既然有踪迹可循，曹帮路子广，总是能找到的。若再是有消息，我可能得撇下这边，亲自过去看看。应该的，到时候我给你收拾行装，再替你去玉清观烧烧香，拜拜神仙。好。你刚才说寻庄子的事儿，其实那上边一年也出不了多少银子，不必太上心，别累着自己了。怎么能不上心？祖母叮嘱过我，家里的产业要时常查问，以防管庄子的那些庄头欺上瞒下、欺男霸女。若要是弄出人命来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么要紧？要不我告个假，陪你同去吧。不用，你就安心的在军营练兵，留几个得力的军士给我就行了。那些管庄子的，又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，够用了。我若撇下这边，独自一人去找昌儿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之前常嬷嬷也问过我，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。我都觉得，若是有下辈子，我都想做你的孩子了。去了你，真是我上辈子、上上辈子就闻名于水火才积下的福德呀！你早就跟我说过这些了，知道了。好了，你快沐浴吧，别等水凉了，我去给你拿换洗的衣裳。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让你真的信我呀？你怎么才来啊？胡老师等你半天了。出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我的兵又跟人打起来了？没有，陛下昨天颁了旨意，近日要巡查大军操演，两位老将下去通报各军各营，整顿军备，提前准备着。巡查？这么大的事儿，皇王那儿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谁知道呢？我还想告假几日，回去处理一下家里私事。我劝你别开口了，这次动真章的马虎不得。没看国舅爷都来了吗？小人巴老福给大娘子请安了。大娘子一路辛苦了。你们无赦，
全都预备好了。八管事也辛苦了，天已经快黑了，还让你们都在这等着。大娘子是贵人，能抽空到我们这儿来瞅瞅，那是我们的福分，我们盼都盼不来的。有劳八管事了，大伙儿也都辛苦了，早点回去歇着吧，明儿一早再查账目的事儿。这，去吧，我乏了。多谢大娘子体恤。这黑山庄和后面的古岩庄可不比咱们裴家带来的小雨庄，都是朝廷伐没的天场，人头也不收。小薇姐姐，回来吧。傻姑娘，大娘子叫你们预备东西，都预备齐了吧？备好了，都在后头。到底是书香门第出来的，有气派。再有气派，也是个年轻妇人。咱们懂什么呀？明天按我们商量好的，一汇报便是。无非是新婚不久，想出来走走场子，抖抖威风，让他抖，哄一哄就过去了。大娘子，请慢用。想不到竟有如此高手啊！这一手做茶的功夫，比我不知强多少倍。茶沫色白如雪，久久不散，真是好看。这是小老儿家的大闺女。因为早前在国公府上伺候过一些千金们，多少也学了点蠢笨的手艺。大娘子莫见笑。啊，那多大了？定亲了没有？哦，还没有，还小呢，也得些时日。你这大女儿生得伶俐清秀，那其他的几个，应该也都不差吧？要不叫出来一起看看？小老儿只有二女，次女年方8岁，淘气得很，整天猕猴一样山上山下的跑，见不得贵人。禀大娘子，都全了。正事儿来了。翠薇，你按照名册上的名字，每人发1贯钱。家里有年旬60以上的老人，每一位多发300钱。是。大娘子，您这是？这大伙儿都辛苦了，如今这庄子兴了故了，我头一次来，略给大家来点赏钱，也让大伙儿都高兴高兴。叫什么名字？王生。3贯。来，这给你们的。真给吗？真给。哎，拿好了，拿进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来下一个。来，一户一户来。谢谢。谢谢啊。黑山庄在册田地共有62顷，登记在册的佃农33户。徒儿哥哥带人细细丈量了一遍，发现土地多出了960亩，佃户的数目也对不上。大约是有多出来的吧？大娘子猜得准。发钱时有大概4、5个人来领钱，
可他们的名字都不在名册上，却口口声声说是黑山庄的人。我按照您事先吩咐的，并没有为难他们，把钱都发了，他们才走的。你们在田间的时候，就没有人跟你们私下说几句吗？有。哦，有人来告徒二哥哥，说是那八老福并几个管事的，都在外面私置了田产，登记在亲戚名下。那些多出来的田地和佃货，应该是隐瞒不报的，每年的收成也都进了他们几个的腰包。若不是事先准备了这一筐钱，也钓不出后面那么多条大鱼来。大娘子，八老福带了几个管事的前来求见，说是来请罪的。叫上来吧。几位，里面请。小人们知错了，请大娘子开恩。你们是罪臣家奴出身，当初国公府被抄时，同你们一般的早就被教发卖了。你们是随着庄子赏赐下来的。如今国公府已经被抄干净了，你们倒是藏了许多家私，还想合起伙来蒙骗我，果是好奴才。都是小人们被猪油蒙了眼，小人们知道错了，盼大娘子开恩呐！我马上就让他们把外面的田庄给卖了，银钱充公。住口！难道大娘子是贪图你们几个钱吗？罢了，你们照看庄子田地，也是积年累月的辛苦，就是有点积蓄也算不了什么。不过隐瞒庄上的田亩，私蓄佃户，这可是犯了家规的。若就这么算了，那以后人人如此，那顾家岂非乱套？你们且先下去吧，等我盘查完果园庄之后，同咱们将军细细商量，再做发落。奴婢来之前已经提前打探清楚了，这古岩庄与黑山庄又不同。古岩庄是多年前就被查抄的罪臣家产，归入皇庄也已10来年了。这块产业为御派的管庄太监掌理，皇字当头，庄里不论出了什么事儿，也是少有人过问的。这古岩庄的水，怕是更深了。大娘子，只怕咱们在黑山庄使的那一招不大管用了。咱们在黑山庄折腾了好几天，怕是消息早就传出去了。这套方法肯定不行，得再换个法子才行。咱们队伍里好像少了几个，别是走丢了。又不是荒山野岭的，怎么能走丢？是我叫了几个机灵的，打扮成货郎，去佃户家里打探消息去了。咱们这些人太引人注目，必定会被防得滴水不漏。干脆就竖个杆子在那儿，任凭那些庄头管事的来纠缠，实则咱们背地里早就派人去打探消息，怎么着也能摸出个底细来。什么人？大娘子庄恩。大娘子庄恩。
不敢不敢，快起来吧。听说吴管事是宫中吴内官的族亲，失敬失敬。小人岂敢，不过是九拐18弯的亲戚，占着个名头，好混口饭吃。那等我们查过田产账目之后，再好好叙叙家常吧。这几个是分管田地、果园、山林、佃户人口的管事，大娘子有什么尽管问他们。但凡庄内之事，他们无一不晓，管保是问不倒的。榆林册以及账本及文契均已备好在庄上，等候大娘子过目。若有缺失，也可着人立即补齐。这一看就是准备好了假的账，怕查。